很显然，这是二战中战败的日本在无法使用武力继续入侵中国的情况下的文化入侵。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日本的文化入侵渗透事关几代人的三观，不可等闲视之。开篇我想先说一句，无论最终如何解释，2022年7月的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牌位，一定是日本文化渗透的结果。据中新社等多家媒体5月2日报道，中国电影数据分析显示，日本动画电影《灌篮高手》在中国上映前13小时16分，预售票房破1亿元，最终预售票房 1.15 亿元，预售人次286万人，创下中国影史进口动画预售票房冠军。这一数据折射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日本的对华文化入侵势头一直很猛。这让我不禁想起，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中国最受欢迎的影视节目大多都是日本动画片和电影。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日本电影和动画片的粉丝，严格来讲不分男女老少。在我印象中，日本电影《追捕》、《人证》、《望乡》等等动画片，《排球女将》、《铁臂阿童木》、《机器猫》、《忍者神龟》等等动画片可谓火遍全球，无数的儿童和青少年狂热追崇，也引发无尽的效仿，成为全社会的一大时尚和潮流。在几百部的日本动漫和电影当中，渲染恐怖、邪恶、色情、血腥、残暴的动漫也逐渐夹带出来了，严重影响了一些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审美观、价值观和行为观。日本血腥暴力的电视动漫片影响最大的当属《北斗神拳》，当时在多个地方电视台播出后，其血肉横飞、五官裸体的画面震惊许多人。随后该片被紧急叫停，但日系动画片的成人化倾向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开始成为社会热议话题。2008年前后，互联网时代来临，进口动画片的观看渠道不再受限于电视台和电影院，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青年、少年、儿童甚至幼儿观看的主要方式和渠道。日本动漫陪伴了许多中国80、90、00后的成长，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观也通过这些动漫深深地潜入中国3代人的脑海，非常明显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三观。于是就有了哈日族一词的由来。韩国采取的方式则是影视剧和演绎明星效应，在中国大地上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哈韩一族。而美国的文化入侵则采用了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好莱坞大片，向中国青少年输出了暴力和武力基础之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拯救一支军队、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竟然在中国开办了35所学校。日本这是在协助中国办教育，弥补中国教育资源的不足，或者提高中国的教育质量吗？他们有那么好的心吗？不是的。日本正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日本的工具。去年8月，日本关闭中国在日本的一所孔子学院，此举反证了日本这是在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用合法的手段坚决遏制日本还在持续的文化入侵现象。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